在过去12年里呢，我去过14个国家。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我每到一个国家就会去逛一下当地的书店，淘一本当地很有特色的英文原版书来读。在读的过程当中，又引发了很多好奇心，又去找更多的书来读。就这样，在12年的时间里，我不知不觉就已经读完了课外的英文原版书300多本，而且我的词汇量也不知不觉涨到了3万以上。这让我很顺利地成为了英文记者，又成为了中英双语主持人。Distinguished government officials, other guests, international travel partners, and friends from the media. 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旅行途中淘到了几本我至今都不能忘掉的英文原版好书。这些书让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文化语境，让我能够以更高的维度去看待现在的生活、人还有事，能够把世界观扩充开来，而且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我也想把读书的这份幸福分享给你哦。首先是这本书，叫做《Love and Death in Bali》，它是我大一的时候出国做义工旅行，在巴厘岛的一家书店里找到的。在当地闲逛的时候，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和荷兰人，特别喜欢在巴厘岛度假。有很多的商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于是呢，在一个书店里就看到了这本小说，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写的。在1900几年的时候，巴厘岛所在的这个地方呢，被荷兰人不断的侵略占领了。他们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和仪式，然后一个一个去抵抗。这是一部非常痛心的殖民历史的一个缩影。里面有一个场景我至今都记得，然后他们走上了一个 mass suicide 的道路，自愿赴死也不愿意成为奴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震撼，看了眼泪吧嗒吧嗒流啊！但是真的很好读，你一边读一边走在巴厘岛的街上，你看到他们各种各样图腾、寺庙，还有这些宗教祭奠仪式，你就非常理解这一份文化得以保留是如此的不容易。去完巴厘岛之后，我也去读过一些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些殖民历史啊，也在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上碰到一些东南亚的年轻人，他们都很出色。在和菲律宾当地的年轻人交流的时候，发现不管美国的青年代表队说什么，他们都会去选择迎合。当时我就很不屑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总是这么依附？但是后来我和菲律宾的年轻人们一起去看了他们马尼拉市区的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太平洋战争当中死去的美军还有菲律宾当地的士兵。然后他们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很纠结，美国基本上是殖民了菲律宾一段时间的，给他们的教育啊、文化、娱乐啊各方各面都渗透进去了现代化的一些思想。他们有着现代化的渴望，对美国是一种仰视的心态，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过于依赖会让他们失去手脚，会被控制，他们的所有的系统啊、工作、经济情况都被美国拿捏着。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叫做两个大象在 make love 或者是在打架的时候，遭殃的是他脚底下的草。这就是小国家的一种命运方式啊，你不管站不站队，你可能都会面临被大国家夹在中间当中生存的一种困境。所以我觉得读一读周边小国家的一些历史啊、小说还是挺好的，能够让你发现你生活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真的还是很幸运的。第二本书我也强烈的想推荐给大家，叫做 Poor Economics， 中文版的叫做贫穷经济学。我为什么想到要去找它读呢？因为我去了尼泊尔这个国家做了一段时间的中文支教，然后这个国家真的是最富有的地区首都的地方，也不及我们国家18线小县城的繁华然后这个国家经常地震多发，基础设施是非常薄弱的，人均收入是整个亚洲地区最低的。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这么富，为什么有的国家会这么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本书就会很好的解释贫穷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包括联合国提出来的一些扶贫计划没有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底层的人士，底层的人士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谴责穷人的短视的行为，有一些是因为不得已和周围的环境塑造了他们这样的认知，但是呢，通过一些比方说小额贷款啊，或者是一些
简单的激励政策可以让穷人看到长期的效益，让他们能够从贫困当中主动的脱离出来。所以如果你很好奇贫穷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怎么样去过得更加富有，或者帮助你身边的人能够脱离到一些贫穷的陷阱，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能够这么大，还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叫做 Why Nations Fail。 这本书是我7、8年前在美国波士顿留学期间经常会逛我们学校对面的哈佛的书店，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当时都在阅读。而这本书近几年在我们国内也挺火的，因为它的作者拿到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这本书就想要论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可能是跟它的利益分配是有很大关联的，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系或者政治体系是汲取型的还是包容型的。它里面有讲到说，为什么一些被殖民过的国家很难脱贫尤其是非洲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因为当时的列强可能就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榨取式的经济模式，扶植了当地的精英去剥削下面的底层人民，榨干的这种制度一直保存下来，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公平的经济制度，从而脱离贫困。这本书也可以看一下，可以让你看到更宏观的视角。然后是这本书叫做 Quiet，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然后讲的是内向的力量。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我也经历过一个个性上的纠结。我在东亚文化当中其实已经算是一个 E 人了，比较开朗的人，但是我在跟一些西方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意大利人、美国人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话特别多，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一直叽里呱啦，觉得我没有他们那么外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一些痛苦，所以我就读了这本书。在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语境下面，那些外向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更加聪明，更加能力强，更加受欢迎，更加值得信赖。但是他说其实还是有一半的人，或者说1/3的人其实都是内向的人，而这部分人为了迎合社会的主流而去强装自己是一个外向的人，把自己给憋坏了。然后这本书里就有做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还有一些心理学的调研，发现其实内向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当中是很有优势的，甚至内向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织里面的领导者，甚至是比外向的人更有创造力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社恐的人，可以读一读这本心理学的书。还有一本心理学的书我也超爱，在大学1、2年级的时候读过，叫做 Blink。 那么这个作者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畅销书作家，文笔超级好， Malcolm Gladwell 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本书收录了很多前沿的心理学实验，发现呢其实有很多决定你是可以相信你的直觉的，2秒钟之间你就可以做出甚至是比专家更加准确的判断。比方说有专业的心理学家，他看一下一对夫妇聊天谈话15秒钟，就能断定这个夫妇在几年之后会不会离婚，准确率可以高达95%。还有一些军事情报，你通过简单的2秒钟的判断，就能知道这个军事策略是否能够成功。其实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无意识的替我们做一些判断，当然也要规避一些有时候会有认知偏差的情况。我们在强调理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唤醒属于我们的这个感性的，或者说第六感的本能，去帮我们做更好的决策。接下来这本书叫做 Bullshit Jobs， 翻译成中文叫做牛屎工作或者狗屁工作。我是在中国香港上班期间真太忙了，超级累，然后中午吃完午饭就偷偷的跑到楼下的书店去摸会儿鱼就发现了这本书，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内心。2020年我当时写了一篇豆瓣上面的书评，哇，一下子就爆火，而当时还没有中文版。我很庆幸早一点读到这本书，它是英国的一个人类学家所写的，发达国家的人都读得停不下来。其实全世界80%-90%的人并不热爱他们的工作。这个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但是又戳中打工人内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多数的工作都毫无意义。他甚至还做了一些就是金融社会学方面的一些量化研究发现有一些工作完全就是为了让老板或者组织领导者觉得自己特别有门面而存在的。比方说一些前台
台小姐啊、秘书啊、助理啊、行政人员，他说大多数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充门面而用的，叫做 managerial feudalism 管理学封建主义。他还有讲到说不同工种之间的回报和它的实际的社会价值是不对等的，比方说护工啊、护士啊，还有小医生啊，这些职业你每投入它1块钱，它就会产生社会价值4美元。但是有一些工作，比方说金融啊，特别是华尔街的这些精英人士，你每给他1块钱，他会倒扣社会价值4块钱，所以是给社会产生一些负效能的。虽然他的有一些理论也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啊，但是他确实也在提醒我们，如果你做的工作不是自己热爱，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一个，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脱离困境。书里面也有一些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从这种无聊的工作当中逃出去做了自己感兴趣工作的解脱的年轻人。所以这些案例也给我带来了启发，可能也是促成我后来做一个转型的勇气的来源吧。在我20岁左右很喜欢读的2本小说，就是由一个阿富汗裔的美国籍的作者所写的小说，叫做 The Kite Runner 追风筝的人，还有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灿烂千阳。我自己在温州生活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外国人，他们很多人是包着头巾的，所以我挺好奇的，对于中东地区或者中亚地区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历史。这2本书你可以很好的了解到阿富汗所经历的一些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各个大的国家都在割据他们，当地的女性是怎么样生活的，在一夫多妻制的制度下面，女性受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和待遇，你可以了解到阿富汗的一些战争背景当中普通人的一个生存情况。那这本呢，更多的是人性当中的拷问啊，在他身边的另外一个男孩子受到侵犯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然后这样一个后悔的情绪伴随了他的一生。然后这个作者的文笔特别好，虽然他是用英语作为第2语言来写作，也穿插了很多阿富汗的一些传统的名词啊，但是特别流畅。他曾经是一名医生，然后转行去写自己的类似于回忆录的这样的小说，非常好读。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书也写得挺好的，但是书太多了讲不完，可以看我的书单或者是看我的讲书视频。如果你经常感觉到迷茫不知所措，那就多出去走一走，不光是和自己当地的人去交流啊，也可以到外地啊，甚至到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语境当中去和不同的人交流，去多读一些书，不光是自己的语言的，也可以读一些其他语言的书。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路子是很宽广的，生活方式不止一种，世界观不止一种，人的活法不只有一种，人的个性也不只有一种。这个世界真的是璀璨而多元，而且每一种困境都有非常多的解决办法。当你接触的人多了，读的书多了，慢慢的你的眼前能看到的图景，能扫描出来的解决方案就会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感更高，内核更稳定，人也更淡定，也能够把自己的每一天每一步都走得很好。如果你也感兴趣通过英文的语境看到更大的世界，可以 check out 我的小王子双语精读课。这门课呢特别适合初学者，尤其是词汇量在4000以下还没有办法阅读英文原版书的同学，可以通过这门课来进行打基础，从而你可以进阶更快，去读更加有深度更多的英文原版书。如果你是有一定基础的话，想要词汇量冲一冲1万以上的话，可以看我的英文原版书进阶精读课。我筛选了市面上畅销的5本英文原版书，它的写作特别流畅，用词很精准，而且逻辑思维方式很强，筛选出里面精华的章节，带大家逐句的进行分析和精读。如果你能跟下来，你会发现词汇量上涨得很快，能理解各种各样词汇的词根词缀。我一直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带你去读通这些文本也能够让你收获长期的能够独立进行阅读更多英文原版书，去打开你更大世界的方法。
我觉得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年轻人，然后同时又熟悉国际的文化语境，是一个超级大的优势。就是你既享受了这5000年的中华文化带给你的文化资本，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幸运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沉淀的，这是我们的优势。然后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文化当中一些没有的前沿的出跳的一些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英文原版书进行补充，创新和传统都可以兼顾一下。有一些英文原版书它没有来得及翻译成中文，但是和我们当下的困境有极其的高度匹配，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语言来找不同的视角进行补充，突然你就发现人生的路子一下子就变宽了。Alright, that's it for today. I'm so happy to share the books with you. 我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书籍。我是夏冰雹，我们下期再见，拜。